山东交际铁路黄台站地上空中密密麻麻的铁路蜘蛛侠，他们在进行黄台站的改造工程。但是令人吃惊的不止视频中的奇观，而是他们改造黄台站仅花了6个小时。6个小时，从午饭到晚饭的时间，竟然就能完成一个车站的改造工程。外媒记者看完现场施工视频，不禁发出感叹：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速度，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明黄色的安全头盔配上橙黄色的施工背心，密密麻麻的小黄人正各司其职的工作，现场井然有序，令人震撼。2021年4月12日，在交际铁路黄台站，中铁时局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交际铁路至蓟青高铁联络线黄台站改施工作业。但是经过6个小时的封锁要点施工，中铁时局涵盖公务、信号、通信、信息、电力、电签6个专业的1000余名工作人员，圆满完成交际铁路至蓟青高铁联络线黄台站改施工作业。黄台联络线建成后，将实现济南西站、济南站、济南新东站的互联互通，京沪高铁、实际客专、正际客专和蓟青高铁实现牵手成网。从近处到远方，从地面到天空，画面中踏钢轨、踩网线的主角小黄人们，实际上是铁路接触网工。要在6个小时内完成这项工程，必须具备2项条件：一是大量娴熟的技术工人，二是精妙的工程管理。放眼全球，能完成这项奇迹的，恐怕只有中国人能做到。为什么小编敢这样说？因为铁路接触网施工可一点都不简单。首先，建设铁路工程就要建设接触网工程。接触网是对铁路线上带电导线的统称。接触网是铁路电气化工程的主结构，是沿铁路线上空架设的向电力机车供电的特殊形式的输电线路，由接触悬挂、支持装置、定位装置、支柱与基础几部分组成，带动火车的电力来源全凭接触网上的供给。如果接触网上发生事故，就会严重影响列车晚点、延误、耽误人们的正常出行。接触网对铁路安全运行、维修方便等全方位发挥着重要作用。铁路接触网工程担负着把从牵引变电所获得的电能直接输送给电力机车使用的重要任务，因此接触网的质量和工作状态将直接影响着电气化铁道的运输能力。铁路接触网工程与铁路路基工程同步进行，不允许因接触网施工而损坏铁路路基工程。优质的接触网工程是铁路联调联试的重要前提条件。接触网工因为工作环境常被称为铁路业内的蜘蛛侠，为了保证供电设备安全稳定，他们经常攀登到几米甚至几十米的高空检修设备。这不仅需要技术心理过硬，还需要强健的体魄，以便在特殊的作业环境下完成接电线、拧螺丝、装设备、调参数等一系列高难度作业。接触网工每天都需要巡视线路，数百公里铁道线供电设备，多年的长途巡视锻炼出他们超长续航的脚力。细心是接触网工的职业习惯，出工前后，他们要反复确认作业包中的绝缘手套、矫正扳手、测量仪等物品是否携带齐全，丢三落四、手忙脚乱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接触网工的天窗作业大多安排在列车运行较少的时间段，为确保供电线路安全运行，有时也需要夜间进行抢修。节假日期间，为了确保铁路供电设备安全，他们还需要坚守岗位。我们偶然看到的震撼，不过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日常，而类似的工程案例，其实在国内数不胜数。接下来，小编就继续为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经典的。画面中是韩冀交际铁路联络线拔接的场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所谓拔接，就是指铁路线路位置发生变化的改造工程，在原位置与新位置间进行转换的施工步骤。说白了，就是给铁路搬家。此次拔接从7月16日凌晨4点40开始，至9点10分结束。500名中国铁建的建设者在270分钟的天窗点内，将2段分别长为460米和177米长的线路整体向北平移，最大拔距3.1米，
完成了一次铁路搬家。7月16日9点42分，一列由白城驶向青岛的 K955次客运列车安全通过，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不过大家可不要小看这项施工，平移一段铁路是很难的，难度包括1、施工空间狭窄；2、设计专业众多；3、时间要求紧；4、验收标准高；5、前120分钟接触网不断电。任务包括1、完成道闸清理；2、线路拨移；3、道闸回填；4、大基养道；5、线路整修。然而面对这项挑战，基建狂魔早已驾轻就熟。2天后，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7月18日23时至7月19日7时，7月20日23时至7月21日7时，同样的时间段，同样的场景，1000多名施工人员连续8小时奋战。昌赣高铁引入南昌铁路枢纽下行线、上行线1级封锁施工顺利完成。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抬滑轨、移走钢轨、道床清底、推移道岔、切割钢轨、搬运道闸、道闸回填，对新铺设的道闸进行人工养护、闸道精调、核对测量数据、大基养护。惊喜过后，我们不妨深究一下，中国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基建狂魔是如何做到的？带着这样的问题，小编请教了中央企业从事工程管理的小伙伴。以铁路建设为例，主要有3个原因：1、中国效率必然要求中国速度。在国外，铁路会因为类似的施工而停运，施工干多久，铁路就停多久。但是在中国不行，不是我们选择在5个小时内完工，而是铁路运输只给我们5个小时的时间。中国不但是高铁大国，同样也是重在运输大国。高速铁路主要是服务人们安全快捷出行，而重在运输则为中国经济发展物畅其流注入澎湃动力。在中国经济的高速驱动下，中国的铁路货运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仅郑州北站一个车站1天的装货量就超过整个欧洲。一旦铁路停运，流逝的是真金白银，影响的是不同地域间无数企业的供应和效益。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影响，我们实现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高速度、高标准。所以，中国速度就是中国经济的一把标尺，一道保障。毕竟，我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中国技术完美搭配中国管理。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工程也是如此。能够实现如此高速度、大规模的施工，充分说明了中国企业在工程管理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当全社会都在关注中国技术的创新、超越、自立之时，我们应当为高效、精准的中国管理而自豪。3、彪悍的工人队伍，逆天的民族精神。本期影片，小编介绍的几个工程有一个共同之处：数百上千名建设者同时奋战。请注意，这不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差、机械化程度低，相反，中国基建在机械的使用上已近巅峰。但是，机械设备并不能覆盖全部应用场景，更不能彻底替代人的作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平均海拔3600米的青藏高原，200多名工人喊着整齐嘹亮的号子，顺利完成青藏铁路杭立车站插铺交叉渡线施工。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这样一支敬业奉献、不畏艰辛、技术精良、团结协作的产业工人队伍。如果说中国经济是一辆高速列车，产业工人就是铁轨下的一块块枕木，平凡、刚毅、执着、可靠。时间短，任务重，怕什么？论勤劳，论靠谱，论不服输、不信邪，我中华民族还没服过谁。他们不是不知苦、不知累，而是深知责任之重、大局之重。他们不是评论家，而是实干家；不是表演者，而是建设者。今天，小编想代表所有为中国速度而骄傲的粉丝，向一线建设者们说一声：师傅，谢谢您辛苦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知道哪些体现中国速度的工程案例？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